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真的很迷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史诗级战役的熊熊烈火，我们传统节庆里那种璀璨的灯海，还有一个孤独身影的无声哀愁，这三个看似完全不搭嘎的东西，竟然能在历史长河中被紧紧扣在一起。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一开始，大家对画面上这句话绝对不陌生吧？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真的是超级经典的名言，它自带一种很深邃的神秘感，刚好帮我们接下来的历史之旅打下了一个充满情感张力的基础。不过你想过吗？那个那人到底是谁？他没事为什么要独自站在昏暗的角落？把这个疑问先放在心里，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一部分是赤壁之战分裂的帝国。让我们先从最宏观的历史大视角出发，来看看这场彻底把当时中国南北地缘政治切成两半的史诗级战役。时间倒转到西元208年，那时候掌控北方的曹操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他在年初狂练水军，然后趁着荆州的老大刘表病危的时候，7月直接率领大军南下。到了8月，刘表一死，他的接班人刘聪直接举白旗投降，让曹操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富得流油的荆州。但最关键的转捩点来咯，曹操这种神速的扩张，逼得孙权和刘备不得不捏着鼻子结盟。结果大家都知道，他们在乌林，也就是赤壁那个地方，放了一把超级毁灭性的大火。这把大火不止当下了曹操南下的铁蹄，更夸张的是，他 literally 在地理和政治上硬生生把庞大的地火版图烧成了两半，直接决定了后面三国鼎立的局面。接着来到第二部分，元宵节的传统，跨越鸿沟的光芒。我们把镜头从刚刚那种残酷的战火转移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火，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元宵节灯火。元宵节嘛，农历正月15，过完年后的第一个元月之夜。其实这个节日从汉代就有了，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灯火辉煌的超大型 party， 大家都会跑到街上赏月、看花灯，享受那种热闹到不行的初春夜晚。而且说真的，这个节日真的超级接地气，各地都有一些很迷人甚至有点搞怪的习俗。像是在台湾，大家一定听过未婚女性要去偷碗葱，为了要嫁好翁，对吧？福建有些地方的人会互相丢石头来驱除瘟疫。最狂的是惠安的某些家族，因为元宵听起来太像元朝消灭，他们为了避讳干脆直接抵制不过节了。这些超有人情味的传统，真的让这个历史悠久的节庆变得非常鲜活。好的，第三部分，辛弃疾这个身在南方的北方人。现在我们要从节庆的欢乐气氛切换到一个微观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位活在南宋的爱国词人，他的一生根本就是那个南北分裂时代最悲壮的缩影。很多人以为辛弃疾就是个写词的文青，错了，他根本是个超猛的特种部队队长。他出生在已经被金人占领的北方，年轻的时候在敌后搞过2000人的游击队。最夸张的是，他曾经只带着50几个骑兵，直接冲进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活捉出来。这根本是电影情节吧？可是，当他千辛万苦回到南方的朝廷后，他那些收复失土的军事计划却完全被当成空气，一辈子只能在南方郁郁还欢。你想当时的南宋朝廷只想着偏安江南，根本不想打仗。辛弃疾整个人被边缘化，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逼得他只能在大自然里找同温层。就像他这句词写的，他看着青山很迷人，猜想青山看他也应该觉得很顺眼。其实听起来真的很心酸，因为那是一种完全无法向世人诉说的极度孤独。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身边志同道合的兄弟也越来越少，他真的超挫折。面对现实政治的无奈，他只能靠着看看风景，喝喝闷酒来麻醉自己。你能想象吗？一代名将满腔热血，却只能憋在心里发霉，那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来到第四部分，璀璨灯海中的孤独，元夕词。这份庞大的无力感，直接把我们拉回刚刚提到的元宵节，因为正是这个到处张灯结彩的节日，成了辛弃疾抒发内心悲哀最完美的背景，也催生了他这辈子最神的一首作品《
青玉案原系。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在这里用的强烈对比，一边是吵杂明亮，到处都是宝马飙车和音乐的狂欢派对，结果另一边呢是他自己，一个独自缩在阴暗角落里，跟整个世界完全脱节的忧郁大叔。还开始形容那种感官上的大爆发，满天烟火像流星雨一样炸开，所有人都在街上笑闹，寻找浪漫的邂逅。但他老兄呢，他在这挤到不行的人群里，众里寻他千百度，他拼了命在找的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爱情，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连结。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那个站在灯火阑珊处的人，绝对不是什么失去的初恋情人啦，那根本是他自己的化身。他在宣告，我宁愿一个人在暗处孤独，也绝对不要跟你们这个早就忘了北方同胞，只顾着吃喝玩乐的社会瞎起哄。他新的不屑同流合污，才选择留在黑暗里的。最后第5部分，爱国者的长远回声，琵琶的哀愁。我们再来看看辛弃疾是怎么把这种深沉的地缘政治悲剧融合进另一首讲音乐的超级神作《贺新郎赋琵琶》里面的。在这首词里，他一听到人家弹琵琶，马上就感叹过去那些什么唐朝的开元盛世、黄金时代，现在全部像云烟一样，砰的一声全没了。历史的残酷在音乐里面听起来特别痛。接着他用王昭君出塞的历史典故，把那种在冰天雪地里流亡的苦涩全部塞进琵琶声里。音乐再怎么懂他的心，那种国家碎了一地的恨意，真的是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更惨的是什么？是因为当时跟北方的联络早就断得一干二净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这首凄凉的琵琶曲就变成他唯一可以合力宣泄、为国家痛哭一场的出口。这段真的写得会让人跟着一起掉眼泪。其实这就是辛弃疾最了不起的地方。既然不能在战场上拿刀杀敌，他干脆把这股超巨大的地缘政治闷气全部转化为文字的力量。结果谁能想到，他用笔写下来的这些词句，打中我们心脏的力道，居然比任何真刀真枪还要沉重，而且直接流传了上千年。在今天解析的最后，我想把这个超有意思的问题留给大家去想想。在历史上，帝国分裂了，赤壁的战火熄灭了，连最繁华的元宵灯会也会结束。但当你静下心来想一想，真正能超越时代、超越帝国，在我们心里一直回荡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呢？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下次见喽！